Hello，这节课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关于水彩如何控水，并用控水的方式取出偏实色的啊。首先的话，我们先带大家去看一下什么样的颜色是实色，什么样的颜色是透色，先有一个区分啊。那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彩绘的部分啊，像这样的几个款式。可能同样是这种铺底的一个效果，那这种颜色我在铺底的时候啊，可以看出它颜色属于是偏浅的。那我想让它呈现出来是一个通透感强一点的，那我可能取出来的时候就是透色，并且我是用实色水彩盘去取出来的透色系。然后的话呢，像这个啊，我要让它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偏浓郁的，它的颜色覆盖力相对在水彩当中相对于强一点，它也是用水彩取出来的，用实色我们的彩绘水彩盘取出来的，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就可以说是偏实色一点的啊，这种颜色就是取出来偏浓一点的，这种我们统称为就是实色。可以先来写一下哈，实色就是不管是我们是画线条也好，铺背景色也好，它的属于是颜色很浓郁，颜色浓郁，在打底的时候。颜色的覆盖力相对来说强一点，它跟那种彩绘胶，我们实色系的甲油胶肯定是不能相比的。但是相对于来说在水彩去铺底色的时候，实色可以去铺底色，但打底是覆盖性稍微相对对比来讲稍微强一点。等到我们画线条更显色，就像还是拿这个上面来举例上面的这个彩色的有一种七彩的飘带的感觉，包括到我们这个神鹿上面红色的飘带，这个都是我用水彩去画的，但是它比直接我们用彩绘胶画出来肯定是要有通透感的但是你用水彩画出来，它的颜色可以有很多的色彩变化的同时也可以更显色这个是我们用实色去水彩取实色去绘画出来的。那再说到透色透色的话，这一点就很多宝贝他可能区分不明白因为首先的话，咱家就有两种水彩，一个是实色盘，一个是透色盘。有很多宝贝会有一点疑问，那我取透色，我直接取透色盘就可以了吗？还有宝贝说，那我实色盘多加点水，它不就是透色吗？它是两种感觉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要来给大家讲的是透色顾名思义，它呈现出来的就是颜色有透明度，也就是更透明，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透色盘也就是我们的晕染盘呈现出来的透明的效果，和我们用彩绘盘去调出来的透明的效果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用透色是可以调出颜色更深和颜色更浅两种透色感觉，但我们的实色盘是可以调出颜色很实和颜色偏透的感觉的。但即便说我们的实色调出来的透色跟这个晕染盘调出来的透色直接取出来的透色它是不一样的这一点的话，我们要先去给大家去着重呈现一下，然后我们再说它到时候取色上的一个区别那这一点我们下一节课去给大家讲这个透色具体都怎么去取色。今天来讲的是实色，然后我们先要给大家对比一下什么样的感觉颜色是透的。就像看我们这个款式，它底下透明度很强，你看它即便颜色很深，对吧？像这样的颜色属于是透色的感觉的。那还有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铺背景色的时候这样的铺背景色，你看它还是水彩的颜色，但是它出来的效果就是透明感非常强，
对吧？我的手在后面还能隐约还能看见它的这个手指的一个位置啊，这种都属于是透色的。还有就是典型的，我们可以取渐变色啊。渐变色的话呢，就是直接我们能够一笔画出这样的山丘出来，但是它这个里面涉及到既有这个渐变色的技巧，也有取实色和透色的技巧。为什么这么说？你就看它山脉的一个感觉啊，它偏离。感觉上它是一幅画面，对吧？就是整个呈现出来，它那个山是有远近的一个区分的。尤其你看这个层次，对不对？远一点的山颜色就透，再逐渐往前，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重啊。那这个效果的话，就是我们在取渐变色的同时，又要有颜色深浅的一个区别。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就是来通过这2个盘来教给到大家我们的水彩如何先去取实色的啊。今天来讲实色。首先实色的一个控水量啊，它的控水量基本是要偏跟透色去比的话，实色的控水量明显就是要么就是水更少啊，要么就是颜料更多。具体的话怎么去呈现啊？首先我们学习控水的话，可以先把提前这几样东西可以提前先准备好啊。首先一个是纸巾、清水，以及还有这样的一个卸妆棉啊。我们可以通过这2种方式去控制我们的一个取水量。首先的话就是通过笔毛的蘸水的位置去决定啊。蘸水位置的话，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先去写一下啊。笔毛，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一支笔的一个笔毛，对吧？从根部一直到笔尖的位置啊，它是这么长的。那我们再去把它插入到水当中去的话，给它完全没过到几乎跟我们的笔毛根部是一个持平的状态下，但是我们又不能让它完全就是说浸透这个位置，也就是超过于咱们的后面的这个包裹着笔毛的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完全这样啊，这样是不行的。我们最多的一个取水量是这样。大不了咱们可以少量多次去取，但是一定不要说一次性这样的话，它那个笔杆上面这个位置它侵入到水了之后，我们再到甲面上操作，有的时候会破坏掉甲面上的一个颜色，或者说造成上面有一个水滴形成，到时候不好处理哈。那我们所谓的取水量最多的水位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啊，基本上我称这个水位就是4/5到这儿。笔毛的根部在这个位置，对吧？我们就把取水位到这儿啊，它可以说是4/5这样一个取水量。然后稍微低一点点啊，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一般都会说它是3/4，对吧？然后的话呢，再有一个取水量是1/2，也就是把水位没过于这个位置啊，就是正好是中间这个位置，大概差不多就行啊，不用说非得较真儿，我要盯着这个水看它严丝合缝，一定是3/4，一定是1/2啊，大概差不多就可以。然后再有就是笔尖这个位置啊，可以说是1/3，对吧？还有一种水位，还有一种取水就是笔尖轻轻触碰啊，从这个位置就是笔毛的尖部，这个后期我们在取渐变色的时候会用得到啊，就是笔尖轻轻去触碰一下水分啊，相当于在水里面轻轻点一下就拿出来这种啊。然后记得的话，我们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是第一个这个是水位，对不对？水位不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蘸水的次数。也就是说，我取了1/2，我觉得好像不太够啊，再取一遍1/2，这个时候它吃进来的是2次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是特别饱和的状态。
啊，这种状态下的话，比你直接可能要取4/5的水量，取水量还要多啊，它会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我在说啊取多少水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蘸一下就拿出来啊。还有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方式啊，第二个方法的话呢，就是靠着这一个棉片啊，棉片的话，这个棉片是那种卸妆棉，它里面是有这种棉花的那种含量的，然后我们去把它完全浸没在水当中去啊，这样轻轻去挤压一下啊，让它是这种含水量特别饱和的一个状态哈，看到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它去控制吸水量，靠着棉片，卸妆棉啊，写一下。那我们再去靠它去吸水量的时候，可以是轻轻点，也可以是压到一半的位置，也可以是完全压进去，也可以再压一遍，对吧？其实跟我们的上一个这个靠水位来去决定的话，它俩差不多啊。只不过有的时候大家直接去蘸水的话，你还得特意去盯着这个去看啊。有的宝贝可能会觉得没有在这个上面掌握的轻松，那所以说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啊。那所以说我们这两种方式给大家写出来之后，一会儿我们再去演示的时候，这两种方式也都会给大家去演示到。然后的话，我是用到在一个甲片上来给大家去取这个实色透色的啊，因为在这个纸张上面我们可能会看不清，分辨不出来，但是甲面上的话会分辨得特别清晰啊。然后我们这一节的话用到的用实色盘啊来给大家去演示。取实色的话会有这样几种情况，一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给大家最开始看到的，一个是铺底色，一个是画彩绘线条，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它的取水量肯定都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取水量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都能把这个颜色取的是实色的话啊，来给大家首先演示一下。我们靠着这个一杯清水，那我的这个颜色的话，就用我们的绿色去举例啊。以这个绿为准啊，我们去演示它的取实色的效果。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演示来说，咱们是画彩绘线条。比如说我是之前拿这个绿色在直播间里面有给大家画过这种竹子的款式啊，就这样的一个小翠竹。然后也拿它画过荷花荷叶啊，画过各种。那在我取色的时候，我一般啊来说画彩绘的时候，你首先我们第一点，你要看你这个绿色的用量大不大。基本上我要画一个彩绘是大篇幅的去画的话，我的取水量肯定要多一点，对吧？那这个取水量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多去占多少啊？3/4或者4/5啊，量都可以，这个大概差不多就行啊。然后去蘸一下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完全是一个吸饱水的状态，并且不会往下滴水啊。如果你的这个笔是滴水的情况下呢，说明取水量实在太多了啊。然后到这个里面来蘸一下，蘸2下，蘸3下、4下啊，一个劲儿揉，不一定，可能说5、6下、7、8下啊，呈现出来这个效果，去展开去看一下啊。这个时候它在色盘上展开的一个状态是可以揉得非常开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它的这个状态，如果我们的含水量偏少一点的话，那这样去打得很开是可以的。但我们这个时候含水量偏多一点，所以说我们想这个时候画一个很实的颜色的彩绘的话，我们一定要再到这个里面来，再去压1下、压2下。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它颜色的浓郁程度明显不一样了。而且它不像刚才是那样去画的很开的一个情况，颜色越浓的时候，它在调色盘上是越有一点堆出厚度的一个感觉啊，它是这样的。而且在调色盘上，其实我们就能看到它的颜色此时此刻是有一点覆盖力的，这个时候说明它的颜色就是比较偏实的颜色。然后我们能不能说直接把它在甲面上去绘画呢？最好是不要，因为这个时候它含水量比较多，是因为我们对它用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调出来的比较多。但我画的时候的话，我基本上都会选择是重新去蘸颜色啊，所以说我这个时候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笔上的颜料先都吸在干净的纸巾上，然后我再去重新蘸这个颜色的时候，我得分情况啊，什么情况呢？
两种情况，一是你取出来的这个颜料它还没干的情况，它还没有干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说啊，去直接蘸。那现在这种情况属于什么？边缘已经干了，里面还没干，我们可以称之这个状态为半干的状态啊。取出颜料啊，已经提前调配好颜料了，是吧？取出颜料后，观察，哎呀呀呀呀，颜色没干的时候，可以直接取色啊。如果是半干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就稍微用笔尖碰一下水啊，碰一下水，然后再到这个颜色当中去这样啊。你看它现在又变了，现在它基本上是全干了。半干的状态下可以是笔尖，可以是1/3，或者是笔尖一点点啊蘸水，这个根据情况去决定啊。因为半干的状态的话，它也不一定是什么样子。因为根据我们取出来的颜料的浓度的不同，也根据我们半干的这个状态，半干的这个状态的不同，所以说我们再去笔尖再去蘸水，再去蘸这个颜料的时候，它蘸的水分也会有所微微的调整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宝贝们自己去判断的啊。然后已经全干的情况下啊，全干的情况下，那肯定还是要蘸水了啊，要最少是1/3。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啊，这个后期我们取渐变色的时候会给大家讲啊。来啊，就这种全干的状态下，咱们来笔尖1/3蘸水蘸多少？蘸到这儿，对吧？稍微有点多了啊。多了的话就吸走一部分。这个一点啊，大家一开始是按照我的方法死记硬背，但是后期在逐渐去尝试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颜色，感觉有点浅了，你就再去加点儿，是吧？觉得颜色有一点淡了，你再去调一调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比如说刚才我去蘸完这个水分啊，你看我再去到这个里面去刮蹭，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在甲面上去画点啥了哈，比如说画个竹子啦，对吧？比如说我来画几片这样的叶子啦，对吧？比如说我去写点什么文字啦，对吧？都可以啊。这种颜色它就是属于是偏实的颜色。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去把这个颜色啊通过棉片去控制的话，怎么控制啊？首先把笔洗一下哈。棉片去控制的话，我们首先也是啊，取这么多量一点的，取多量一点的话，你就直接把笔压下去就可以。你要觉得水分还有点不够，就再压一遍啊，可以压2下，然后就这样调一调，调一调。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很难就是把控好啊，就是取一大坨然后再来用的话，你就可以随时用，随时到这个里面去蘸取也可以啊，点2笔，然后再蘸2下，每一次点2笔水分，这样去蘸2下，但是点的时候就不是重重的压笔，而是直接笔的1/3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压在我们的棉片上去取水，然后到里面再去蘸2到3下啊，基本上你取出来的实色它也是比较浓郁的颜色，看到吗？再去画小翠竹的时候，也是这种不会流动的这样的感觉。那这种是我们再去画这样的彩绘啊。有一种彩绘的话是勾边，勾边的情况下，你需要的取水量特别少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像我刚才那个动作一样，把
笔毛根部的水分去吸走啊。你如果吸的是笔尖的话，你会把颜料都带走的。它这个颜料在我们取色的时候都是从笔尖去往后去深入的，所以越到根部的位置颜色是越浅的。那你去吸的时候，你会吸附出来一部分，因为我们的笔毛很吃颜料嘛，对吧？你就笔毛的根部吸走一部分，但是笔尖不动，那你这个时候画出来的线条就可以是，要么就是你看我刚才演示的比较多啊，所以它画出来是这种比较干枯的。那假如说我是刚才一个很适量的啊，就稍微蘸了一下或者蘸了2下这样的时候，它的一个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啊？会是这样的啊，在我们去画一些深色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线条啊，这个时候颜色明显有一点浅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啊，这个笔属于一个潮湿的状态，有一点点水分，但没有太多。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直接到这个里面来刮2下，或者是到这个里面来刮2下。如果你觉得笔毛此时有点干涩的话，你就到这个上面来轻轻点一下水啊，再去蘸。明显它比刚才这个线条是要深的，对不对？明显它比这边颜色要深的。那如果说是这个时候用它去控制这种细细的线条啊，想画细细的线条，就比如说我们画完一些东西了，想在里面加入一点细线条的话，你是笔尖蘸一下水就可以，然后到这个颜料的表面上刮几下，看感觉啊，看你笔触的一个感觉。如果是特别干涩的情况下，你出来的会是那种很干枯的那种感觉。那如果说是太顺滑的话，就是你明显的能感觉到里面有水珠在这个里边了，那就说明你的颜色取水的话有点多啊。你得是让它有一个比较流畅，但是还没有任何水珠的一个状态，看到吗？表面你把这个颜料取到是有一点反光感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们画出来的线条会是这种实色的，看颜色特别深，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画彩绘的时候啊，假如说我们是要大面积的去铺色的情况下呢，应该怎么去啊？把这个再擦掉。大面积铺色，假如我铺的是一个特别重的颜色的时候啊，首先我还是用这个去控制水量啊。我基本上也会选择到这2种方法，其实都可以啊。就是首先你是把它提前取出来也好，直接到这个里面蘸也好哈。来取的3/4，然后到这个里面来蘸。蘸完之后，直接画。一般我们在大面积铺的时候啊，它的水量都会稍微多一点啊，都会这样。看，它是这样的啊。然后基本上我们会再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的一部分颜料再给它重新吸走啊。吸走的话就是到纸巾上吸2下，这个时候水分少了，是不是？然后把它的颜色再这样倒着啊，去控制一下。是不是这种感觉？或者是说拿另外一个颜色直接往上去叠啊，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这种晕染的接色的这种方法了啊。这个过后我们也会讲。但是就是这种颜色铺上去，它的颜色感觉是这种实色的一个效果啊。然后如果是我们取透色盘当中实色的话，也是这样的方法啊。取透色盘当中，也就是晕染色盘当中啊，我们取这个实色可以用这个棉片来给它控制一下啊。通过棉片去控制，还是大面积取水的话，就大面积取颜色，就是完全给它压到底儿啊。可以取哪个颜色呢？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啊，点祖母绿的效果。多去蘸几笔啊。这样的感觉啊，它里面的这个水分会很多，而且大面积铺色的时候，它干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就是因为水分多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们透色的这个取这个也就是晕染盘去取这种偏实的颜色，基本上会用在于哪里啊？用在于我们去
在浅色的色块当中去加入更深层次的颜色啊。我们基本取出来的就是晕染颜色当中偏实的颜色啊，给大家去看一个例子。那我们来看这个款式啊，举个例子，像它这个里面就是有这种色彩的深浅变化，对不对？那我们取出来的颜色的话，就是浓度偏强一点的。这样的话，我们把颜色压上去的时候，它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再给它往回退一点，看一遍。在这里看一下啊，我们取出来的这块颜色，它就是晕染盘当中比较浓郁的一块颜色。因为刚才老师有讲过，我们在取色的时候，大部分的颜料会堆积在笔尖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铺开颜色的时候，它都是笔尖是更深更浓郁的颜色，对吧？这样大面积的去铺开，然后的话它会形成一个这一块颜色特别重，笔尖落下的位置颜色特别深特别重，然后利用这个效果，然后我们去给它达到这种晕染的一个感觉啊。那透色盘它取的这个实色，就是颜色即便很深，但是它也有透明感啊，它也是有透明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就像我们之前有讲过颜色啊，颜色在同样的一个明度的情况下，饱和度也是一样的，但是它就是晕染盘看起来它的颜色就是更透明啊，它是完全透明的一个效果。但是实色盘的话，它取出来就是取水量呀各方面啊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取出来的颜色就是更偏实色的，就像相当于就是实色的颜色啊，我们再取出来这个颜色，它就相当于是甲油胶当中的实色系，珠光盘就相当于是甲油胶当中的透色系啊。那你能说互相这个实色系加了一点这个透明的胶，它就变成透色，它可以变成透色，但是它同时颜色也改变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就相当于透色的话，它是没有色彩的一个改变，它还是非常深的颜色，但是同时它颜色变透了啊。那至于透色的一个方式的话，我们会在下一节课当中继续给大家呈现啊。